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米兰。你能想象吗？11黄金周本该是最热闹的假期，却变成一场国难日。有人在高速上堵到怀疑人生，从深圳开车去湖南，正常6小时，结果花了21小时才到。有人在新疆喀纳斯被暴雪困在车里48小时，活生生冰封假期。有人打开月饼，里面居然塞了蟋蟀。而更扎心的是，百城房价连跌41个月，买房的人哭了，好药进口全消失，病人更是无药可用。黄金周变黑色周，这些假期乱象只是巧合吗？还是中国正在进入一场更大的危机？今天我就带你看清这背后的真相。11黄金周你出门了吗？如果你是驾车，那希望你没遭遇大塞车困在路上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9月30号中午出发，到了10月1号凌晨3点，开了15个小时，结果还没出广东。这不是单一案例，是成千上万人同时卡在高速上的真实写照。来看一位深圳车主安先生的经历。他中午12点从深圳宝安出发，目的地是湖南邵阳，正常情况下只要开7个小时就能到，但这次他一路开停，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，人还在广东境内呢。还有车主刘先生，同样9月30号下午3点从深圳龙岗出发，目的地是湖南郴州的仰天湖景区。这趟平时开5-6小时，这次他整整开了将近13小时。刘先生还带了无人机，把自己被堵在清远佛冈的情况拍了下来，画面超震撼。一条车龙从画面左边延伸到画面右边，你根本看不到尽头。二广高速、京港澳高速、清远段、韶关段通通爆塞，一旦出现事故，就等着看停车场模式开启。安先生说，一堵就是10几公里，真的开到怀疑人生。他最后10月1号早上9点左右才到达目的地，这趟600多公里的路，他走了整整21个小时。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，这个假期全国的跨区移动量将高达23.6亿人次，其中自驾出行预估占18.7亿人次。也就是说，出行的人里有80%是在开车，所以不是一个人在堵，而是你我他，上亿人都在高速公路上排队。总结一下，深圳出发到湖南目的地正常6至7小时车程，实际开了15至21小时。部分高速清远、韶关、二广、京港澳爆塞，高速变停车场，开车人太多，事故频繁，通行效率大幅降低。你有过假期塞车的经历吗？最久的一次花了几小时，在哪里？我想这样的经历还是越少越好。11黄金周的第一天，原本该是愉快出游、热闹非凡的长假，结果多地突降大雪，不少游客措手不及，甚至上百辆车被困雪地。这不是某个地区单点灾情，我们把镜头拉远，这波大雪几乎横扫中国半壁江山。旅游胜地新疆喀纳斯地区，假期第一天迎来暴雪突袭，多位网友在网络上发布视频说，我们原本在阿河公路自驾游，结果突遇大雪，路上直接走不了。其中一名陕西来的女网民表示，她从9月30号下午开始受困，一直到10月1号凌晨2点才勉强返回阿勒泰市区。她惊呼，活了这么大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雪。画面显示，路边一片白茫茫，车辆动弹不得，雪花飘得像不要钱一样，积雪已经没过脚。虽然铲雪车多次出动，但路面结冰难行，甚至他的车还被划撞了2次，幸好人没有受伤。目前情况已进一步恶化，阿河公路已经封闭管制，喀纳斯公安交警已经公告，所有徒步线路暂停开放，预计要到10月3号才能恢复通行。这不是童话里的雪国，而是真人困在车里的48小时。同样在10月1号，西藏纳木错也下起大雪。影片显示，前往纳木错的道路两侧山坡积雪厚重。工作人员表示，这么早就下雪，往年可没有，气温都降到0度以下了。湖虽然还没结冰，但雪真的不小。再有就是青海日月山，10月1号一大早，整个山区被白雪覆盖，从前一天半夜开始下雪，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9点40分左右。
不过景区仍然正常营业中，只是提醒游客注意防寒与道路湿滑。还有最北边的黑龙江黑河地区，同样在10月第一天就被雪盖满，当地电视台发布了霜冻加寒潮双重预警。网友在视频区笑说，黑河直接跳过秋天，直接入冬了，早上出门穿太少，结果冻得鼻涕直流。这波极端天气来得又快又猛，都集中在10月1号当天，重点灾情集中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，道路封闭，百车受困；西藏纳木错景区雪势不小，气温0度以下；青海日月山景区从夜间到早上持续降雪；黑龙江黑河市则遭遇寒潮加霜冻降温。这地域分布从西南西北到东北，横跨半个中国，巧合吗？加上10月1号当天，北京出现日运当空，一波异象同时出现，或许是上天给出的一种巨大预警。中秋节快到了，各家月饼品牌卯足全力抢市，传统口味太无聊。那你听过蟋蟀月饼吗？没错，中国山东的一间蟋蟀养殖中心居然研发出一款全新的月饼口味——蟋蟀月饼。这不是搞笑剧情，而是真实上架的食品。这个消息一出，网友们全都炸锅了。这间位在山东临沂市郯城的养殖中心表示，他们会把人工养殖的蟋蟀清洗干净、烘干、磨粉，然后再混入杏仁、核桃、黑芝麻等5仁内馅，最后做成这款高蛋白的奇葩月饼。中心总经理高永红信心满满，还邀请记者亲自试吃，结果那位记者居然说没吃过的真的亏大了。你以为这已经够猎奇了吗？但网友的吐槽更有看头，有的说这是暗黑料理吧，这蛋白质太暴击了，还有的说再玩下去是不是要出人奶月饼了？有人还开玩笑说广东人那边搞不好已经准备出蟑螂月饼了吧。不过你知道吗，在山东每年中秋节前后其实就有抓蟋蟀来斗蟋蟀的传统，有些顶级的蟋蟀一只就能卖到11万人民币的天价，所以有网友说吃这月饼等于把11万给吃下肚了。实际上这看似搞笑，实则反映了市场的一种求生压力。这样的奇招你敢接吗？你想挑战这种蟋蟀月饼吗？还是宁愿享用传统月饼就好？欢迎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。说完吃的行的，来谈谈买的。中国人最关心的房子。中国楼市百城二手房价连跌41个月，今年的金九银十本应是中国房地产销售的黄金旺季，但2025年的这个秋天，楼市却依然低迷到底。中国指数研究院10月1号发布了最新报告，报告指出，9月全国百城二手住宅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3381元人民币，比去年同期大跌了近8%。这也是房价连续第41个月下跌，依然不见触底反弹的迹象。虽然部分一线城市交易稍有回温，但因为挂牌卖房太多了，价格还是持续往下掉。第三季的跌幅比第二季还大，整个2025年前3季跌幅累计已逼近6%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房价都已经跌回2016年水准，广州跌回到了2017年初，而香港惨到直接倒退到2015年。高盛、摩根士丹利等投行纷纷发出警告，中国房市危机进入第4年，房价已跌20%，但还没触底，而且2035年底可能会面临养老金崩盘。如果北京不出手救市，地方债危机只会继续恶化。危机的讯号已经接连出现。9月，北京西城的国企天恒集团一次挂牌出售111套房产，总价超过33亿人民币。浙江、山东、辽宁等地的国企也纷纷清仓抛售房子、商铺、车位。这代表什么？国企也不看好2025年的房价会止跌，与其死守资产，不如现在砸盘，先套现再说。更令人关注的是李嘉诚的动作。这位长江实业的创办人早在2009年就开始卖楼，到现在已经卖出至少600亿港元的资产。
当年还有人质疑他看错趋势，但现在来看，这一波他完美避险。反观恒大、碧桂园、万科、万达，不是暴雷就是贱价卖楼自救。你认为中国房市还有救吗？你看好未来的房价走势，还是觉得别碰地产股才是王道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买房难，买药也难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药品政策带来的真实影响。自从中共当局实施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后，中国患者面临一个沉重的问题：好药买不到了。从降血脂的利普妥到降血压的洛活喜，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进口药，正悄悄地从中国市场消失。这一切与当局的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密切相关。从2018年开始，官方推动所谓的集中采购，声称目的是所谓大批量采购，压低药价，减轻病患负担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实际情况呢，是只能用国产的防治药取代进口药，而国产药却功效大打折扣。截至2025年，已经有10批药品被纳入所谓集中采购，平均药价降幅也挺大。像是糖尿病常用药阿卡波糖，从1.8毛6一片降到1毛2一片，部分抗癌药降了70%以上。然而价格是降了，但代价呢？好药找不到了，用国产防治药，病患的身体却不答应，病人的希望也一刀刀被砍掉了。来看几个真实案例。在山东潍坊，张女士的母亲已经吃了10多年进口药利普妥，现在医院说只能开国产仿制药，老人吃了几天，总觉得效果不稳定，但如果想继续吃进口药，对不起，只能自费。张女士无奈地说，我们哪有钱去买进口药啊？在北京，一位退伍军人曹先生说，他长期依赖德国进口的阿卡波糖控制糖尿病，现在没货了，只能换成国产仿制药。结果呢？肚子不舒服，工作也受影响。医生说没别的选择了。曹先生深感无奈。刘女士的父亲有高血压，长期吃进口药降压药洛活喜，价格虽高些，但药效稳定。可现在进口药买不到了，只能换成国产仿制。结果怎么样？老人吃了之后心慌，血压忽高忽低，全家人都担心老人出事，身心难安。进口好药为什么不见了？简单说，集中采购让进口药无法赚钱，只好退出中国市场。跨国药企研发一种新药，往往要花上10年、几十亿投资，而中共当局的集中采购一压价就是8-9成的降幅，根本无力可言。像是国际制药大厂默沙东，在2024年的集采中就放弃了3个药品品项，直接退出了中国市场。一位外资药厂的副经理说得很直接，中国曾经是核心市场，但现在几乎没利润可言，退出只是时间问题。根据中国官方国家药监局的数据，目前中国有超过17万个药品批文，其中95%都是仿制药。但问题是，仿制药不等于原研药。虽然仿制药在生物等效性检测中合格，但临床效果常常不如原研药稳定，这也是许多医生和患者共同的抱怨。广州南方医院李医师说，原研药研发10多年，临床数据丰富，我们去仿制怎么可能一样？有些患者甚至愿意自费去药店找进口药，但现在连买都难了，而这样的情况还在持续扩大。从药太贵但买得到，变成了药便宜但买不到好药，这是中国医改的新困境。原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教授指出，集采的设计是为了让大多数人受益，但那些真正依赖进口药的人成了被牺牲的群体。中国医改改了很多次，但很多时候越改越糟糕。根本问题在于，改革触碰到了庞大的利益集团。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新闻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今天的这些现象，也许只是更大变局的冰山一角。有些事看似只是假期意外、政策结果，但背后值得我们多想一步。如果这些事你也有共鸣，记得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来记录这个时代。这里是大师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。